和贾浩 PK 的这位朋友，第一次来参加节目，第一次来就上强度。他之前是一位来自云南的警察。掌声欢迎火锅。大家好，我是火锅，现在是一个全职的脱口秀演员。以前是云南的一个警察，是在中缅边境派出所工作的。年龄36。讲脱口秀多久了？1年。还有什么其他的技能？格斗、射击、长跑。3公里12分13秒。我是希望能够让大家听到我的声音，能够让大家看到和接住我这个人，我觉得那就好了。姐姐好帅啊！姐姐好辣！我是火锅，自我介绍一下，我之前是一名云南的警察，之前是一个中缅边境派出所的民警。哇，没错，既然男孩子给大家聊美妆，那女孩子给大家聊聊办案吧。我们所平时业务量很大。其实我是一个特别活泼的警察，但我发现报案人通常比我活泼。有报案人来找我报案，开口就是你好，女警察叔叔。好奇怪的称谓啊！今天想给大家聊一聊我的警察故事。我从小就想做警察，因为我喜欢成龙的作品，我就想成为成龙那样的警察，太酷了，从来不走楼梯干。从警校毕业，我的越野和格斗是满分。去派出所报到，跑步的时候，有个人说男警和女警一起跑，女警跟不上。那天我把那个人套了2圈，每次跑到他旁边，我还对着他的耳朵跑快点儿，男人。其实我是想着我表现得好一点，可以安排一个很酷的师兄来带我啊！我的脑海里已经出现吴彦祖的身影了。结果来带我的师兄长得和那个哪吒里的太乙真人一模一样。他是个贵州人，说话还带怒音。天菩萨，天菩萨就是我们云贵川的 Jesus Christ。咋个会有跑得那么快的妹妹哦？走，带你出警。我一听我知道稳了，我要参加湄公河行动了。结果师兄带我去抓鸡，老百姓请客要做烧鸡，鸡跑了抓不着，打电话报警，说是报案人急得很，水都烧开了。客人也到了，要一个跑得快的警官去。我跑得快有什么用？云南的鸡会飞，谁能抓得到飞机？那个鸡啊，飞过了边境线，飞进了缅甸。师兄站在边境线上叉个腰，也不知道为什么，中年男人的嗓子里住着一辆摩托车。鸡出国了。最后啊，我是让缉毒犬卧底成农村土狗。
叼回来的。然后那段时间，我们所就发现我的才能啦，给我安排的案子都什么？牛走丢了，去找牛；小孩被猪拱了，去抓猪；猪又掉粪坑了，去捞猪。太难受了，咋个我这个警察专门办畜生的案子？我从小好强，但又特别爱哭。我每天看着其他人出警办大案子，晚上都忍不住在宿舍里哭和嗦米线。啊，人真的好复杂，怎么可以悲伤的同时还贪吃，还自恋？边哭边嗦米线的时候，照了眼镜子，我发现，妈耶，我好有破碎感哦。但我不想做一个破碎的警察，我想做一个破案的警察。过了几天，正好是泼水节，所里安排我和师兄做便衣，维持秩序。师兄见我是第一次参加，说是要把体验感拉满，给我租了一条傣族裙，给自己搞了一件马甲。天菩萨，你们有没有见过太乙真人穿马甲？那2块布只能搭在上面，风一吹，欢迎光临。关键师兄他也不懂啊，他给我租了一条鱼尾裙，跑都跑不掉。那天我俩被泼惨了，师兄只记得租服装，忘了买水枪，我俩只能吐口水。但是我突然看到有一个男的把水灌到气球里，专门拿来砸女孩子，而且他还不过瘾，他跑到一个女孩子面前，把她衣领拉开，把水气球塞了进去，啪一下按炸了。好好的节日，只有畜生才会干这种事儿。哎，巧了，我这个警察专门办畜生的案子。当时我一个高抬腿我就出去了，但同时我也听到了一声擦，我想完了，哎呦，傣装变旗袍了。但那一瞬间，我感觉到了一种 power， 我一把把那个男的按翻在地，然后把那些水气球全部塞到他的衣服里面。你们玩过打地鼠吗？哦，那天我心里的感觉就是，呜呼！哇，女人穿警服也太好了吧，可以做好多事。但我当时穿的是傣装，没有人知道我是警察。好几个妹妹在我后面，姐姐好帅，姐姐逮捕我。认真的吗？其实那天晚上我还是哭了，傣装赔了700块。我以为我会一直办一些这样的案子。直到有一天晚上，突然接到热心市民报警，说有个男的喝多了以后，脱的只剩个裤衩，在街边的绿化带里面撒酒疯。等我和师兄到了现场，街边的绿化带不是有那种绿色的灯带？哇哦，一个20多岁的年轻男人，在一片绿光里面跳孔雀舞。哇，我惊呆了！怎么云南人喝多就要跳孔雀舞啊？也太符合刻板印象了吧！我当时就把我那个执法记录仪的摄像头对准他，给我拍！我要在明天的交班会上，让我们所有的领导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云南印象。然后我们叫他赶紧出来嘛，他不肯。他说他的真实身份是孔雀公主，然后前面不是隔离带吗？他一个大跳跃，来到我的面前，伸出他的孔雀手，抓我的头。有时候警察也想报警啊。但我突然发现，这个人身上没有酒味，我一想着了，不是喝多了，是吃菌子中毒啊。更符合刻板印象了呀！我好怕他下一秒掏出一个葫芦丝开始吹了。我们赶紧把孔雀公主拉进医院了。果然，她
他一个人在家里炒菌子，炒着炒着尝了一口。过了一会儿，他家厨房门打开了，一只孔雀骑着杨丽萍进来问他：“你要跳舞吗？”难怪孔雀舞跳得那么有信念感。一转眼我已经工作18年了，有了很多奖状、锦旗，还有3等功。我发现我不用做成龙，我做我自己，照样有我的新警察故事。谢谢大家，我是火锅。火锅的锁票倒计时。火锅的自我介绍写的特别直接，叫我是警察。哇，就是一个来自云南的警察。哇，你就是希望以最快的速度让大家对你的状态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是，一报完这个，观众里没有跑的，对不对？有跑的立刻抓。会有来跟我报案的。现场报案是，太逗了。好的，来，春春很喜欢，又特别投入的喜欢。是的，是的，因为他一上来的我觉得很帅，首先，然后这样的一个女警察的一个形象，我是觉得非常亲切。首先，因为我们家有很多的警察，我爸爸是警察，然后我有2个表哥也是警察。哦。然后其实我当时我妈妈对我的职业规划里面，我有可能是我们家的一个女警的。所以我对这个职业是天然有一种熟悉感，有一种这个亲切感的。然后刚刚在那个听他分享他的那些故事的时候，我就觉得很鲜活。然后尤其是他讲到那个泼水节的时候，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我在生活当中会有一些同感的地方。比如说会以一种祝福的名义，尤其是男性对女性，然后或者是一种理由或者一种借口来以祝福的方式向你表达一种其实是很不礼貌越界。所以他在讲那一段的时候，我是特别有感受的。然后他的行为也让我觉得很爽。对对，就是很过瘾，很解气的一种感受。对对对。谢谢春春的分享。大老师觉得哪儿好？我觉得哪儿都好啊，哪儿都太好了啊，有意思。一上来大家就被他这个气场啊，然后这种帅气给镇住了，而且后边那个多他那个特别好玩。如果这个节目播完之后，我觉得以后说什么姐姐杀我，说姐姐多我，然后姐姐多我啊。作为他的应该电视首秀吧，是绝对立住了一个英姿飒爽的一位年轻女性。然后作为警察的故事，我其实特别赞同你以后可能也许就是浅尝辄止，因为我们明白中缅边境那么一个特别的地方，可能很多东西也许你未必能够在这舞台上讲，但是还有更多其他的，我觉得是可以分享的。来，多言，谢谢大家，谢谢。当贾浩回到台中的时候，我们发现这组确实挺亮眼的。贾浩回到台中，赶紧补妆啊！来，我们先来看一下笑傲团灯数，40对20。在全场观众投票结束之后，贾浩和火锅的票数是首先，恭喜贾浩拿到了296票。贾浩进入晋级区。同时，我们也要恭喜火锅，在他的首秀上也拿到了234票的好成绩，在待定区稍微等待。